带路。史公子，你们关在里面这么久，在打什么坏主意？只是正好这2朵雪莲即将开放，所以等待了一下，等花苞开放之时再采摘，效果更好。你没中毒。 中什么毒？我来摘雪莲，雪虫子、雪公子都知道，又不是来偷来抢，怎么会中毒？为何找上我们？听说宫上诀怀疑云微山是无风的习作，之前连我都被怀疑，所以一并叫上。2位长老，我已从后山雪宫将云姑娘带来。正如我所言，云姑娘只是帮我去向雪公子要了几朵天山雪莲罢了。满口谎言！云为山明明是在雨宫被我的暗器所伤，所以才逃到了后山。 是吗？听说云指弟弟的暗器跟毒药都是天下无敌。那如果云姑娘真的是中了你的暗器的话，为何现在还能毫发无伤站在你面前呢？难道是因为你毒药出了问题？更好解释。公子羽把他的百草萃给了云为山服用，所以他百毒不侵。 才不是这样的！子尚大小姐，何出此言呢？你们说云为山姑娘与你们在雨宫恶斗，只有你们2个人看见。那我说云姑娘去雪宫采雪莲，也有雪公子跟雪虫子可以作证，双方各执一词。 看来，只能请长老定夺了。言语可以骗人，但伤口不会。毒药可以立刻解除，但伤口不会立刻愈合。元芷，云为山姑娘所中暗器的部位在哪儿？后肩。麻烦云为山姑娘。 让大家检查一下是否有暗器伤口，而且元芷的暗器乃是宫门为他专门打造，伤口独一无二。谁在说谎，一看便知。云为山是我的妻子。 虽然没有拜过天地，正式成婚，但是在我心中，她早就是我的执刃夫人了。你让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宽衣解带，只为了你的一面之词，成何体统？我当然知道，女子的名节至关重要，所以。 让侍女带到旁边检查就好。不用叫侍女了，我来吧。云姑娘，麻烦你跟我到旁边来。且慢，乌姬夫人之前也被怀疑是无风之人，为了避免猜忌，上官浅，你也一起陪同吧。 我知道子羽弟弟不喜欢一面之词。我在。我明天就要出发了。我知道。
别听还要死的，就算任务失败了，也要想办法活着。我和执刃说，让你做我的药人，助我试药，才让你得以保全性命。你要我试什么药？就一见血。毒药？不是，让人麻醉的止痛之药。我喜欢制作解药，喜欢救人。宫门里会做毒药的人已经够多了。不缺我这一个。所以喝了不会死？不会死，但是会受苦。我连死都不怕，怎么会怕受苦？不要张嘴闭嘴都是死，要好好活着。别听还要死的，就算任务失败了，也要想办法活着。你醒了？前几日用药之后，你肌肉紧绷昏迷。我摸你心脉，发现杂乱无章。起初我不知缘由，后来猜想，你应该是从小被迫练习袭击之术，长期困于狭窄空间，所以对密闭之所感到恐惧，所以把你从房间里移出来了。我只是你的药人而已，你不用这么关心。药人也需要身心健康，我才能食药。我就是你的工具，出来了还不是要被你整？有区别。我折磨起来会开心一点。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所以我就拿了我喜欢的，看合你胃口。不喝。不喝也没用，我吃什么，你就得吃什么。那你还问？我只是想对你客气一点，毕竟我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以换一种风格。没有毒。你是嫌弃我吃过的筷子太脏？
起初我没想那么多，打算等云雀伤养好之后，让它继续使用。可是随着相处日久，我渐渐对云雀产生了不同的情愫。你为什么会加入吴风，成为刺客？加入吴风的人，大多都不知故土，不明去路。人生飘摇，命如衰草。要么是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，被吴风收留，习惯了听命；要么是心有所恨，意有难平，想要借着强大的力量去复仇。那你是哪一种？你知道棺材子吗？是死去的妇人从棺材中生出的孩子。没错，我就是棺材子。一个老乞丐发现了我，把我救了出来，并将我养大。我叫他爷爷。有一年除夕的时候，爷爷看酒肆的门口有些不要的冷包子，便想着给我，却被当成小偷，被酒肆的几个恶霸给打死了。当时，我死死咬着那个恶霸的手。他说我是狗，把我打得头破血流，我都没有松口。后来，吴风的人在路边救下了奄奄一息的我，把我带了回去。那年我7岁。在吴风里，听话，不反抗，让自己变强，并通过不断的争夺，才能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活下去。我只是想要活下去。你现在已经不在吴风了，不要再害怕。逃不掉的。吴风有一种药，叫半月之影。起初，云雀并不相信我，直到我陪他度过了最痛苦的月事之期，并且他的内力一天天增强，他终于相信了。他告诉我，
这是他第一次觉得也许可以真正摆脱吴风。书桌上这张纸是你留的，你想谢我，但是不好意思直说，所以给我打这个字谜。起为讨，为生于讨之中，岂不是谢字？在无风、无穷无尽的残酷训练之中，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和姐姐玩字谜。你姐姐？我们是在无风认识的，她认我做义妹。记得我要咬舌自尽的时候，你说我懦弱，死亡是会把痛苦转嫁给为你伤心之人。我那时想起的就是姐姐。她没有亲人，我也没有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我死了，姐姐一个人该有多难过呀。所以我才选择做你的药人。你现在在宫门里，你很安全。我不能留在这里。你不喜欢这里吗？也许听你说起那么多江湖往事，我也很向往。我从出生就待在这片后山，这里的日子也确实枯燥。我明白。不，我喜欢这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留在这里一辈子。那就留下来，留一辈子。你不了解无妨。如果我留下来，只会给你们招来灾祸。我这次前来，除了偷取百草翠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寻找无名。无名？无名是10年前进入宫门后就音讯全无的妹。吴风不会让任何一个知晓内部秘密的人脱离组织，所以派我前来寻找。如果我留下来，吴风也一样会派出源源不断的刺客来宫门找我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否则宫门将永无宁日。你就是那时我说出了一句此生最后悔的话。如果我们干脆就让他们死要见尸呢？站住！云为山，你刚才使用的是清风派的清风问夜术。
清风派早在归顺无风之时，就已经教出了所有的武功心法。你果然是无风之人。云芝弟弟，还可以吗？好久没这么兴奋过了。知道分寸吗？哥哥，尽管吩咐。捉拿云为山，如果有人敢阻挡，除了公子羽，其他的人原地斩杀。在我的面前使用符血三式，不自量力。你知道自己的融血心经和符血三式并不相称吗？知远，宫上觉得内功心法是苦寒三川经，是最匹配符血三式的内功心法。你用符血三式是打不过他的。你的云姑娘先走。想走？快走，去后山找雪虫子。来找我，我等你。没想到，这月桂墨香真能让人心静心安。那我以后经常为公子默默伴读，此生常伴公子左右。无风只训练我们如何动手，从没教我们如何动情。一个细作，若是爱上了他的目标，下场真的会很惨。不要动心，这是我对你的忠告。
看你了。我准备去向哥哥汇报，结果被金凡发现，出手阻拦，将我打伤，并点穴困在了雨宫。原旨弟弟是说，岳长老从后山出来之后，直接进了云为山房间。没错。那你刚刚还说，岳长老放迷烟迷晕了守卫，那我想问问，他是什么时候放的迷香？可空气中确实有迷香。还有，为何我雨宫的守卫被迷晕了，芷公子却没有被迷晕？可笑！我长期服用百草萃，一点迷香算得了什么？那问题就来了，芷公子说金帆与你缠斗，阻止了你。那如果有迷香，金帆为何没有被迷晕？他区区一个绿衣侍卫，难道也服用了百草萃？最后一个问题，原旨弟弟为何深夜潜藏在雨宫屋顶，是想做什么？我是哥。我练习斩月3式遇到困惑了，派人到后山请岳长老过来指教。金凡半月巡逻，发现了屋顶鬼祟潜伏之人。芷公子行迹败露，见逃脱不成，只能放响箭通知宫上诀。而宫上诀早就知道芷公子潜伏在雨宫，便直接冲到雨宫要人。整件事情非常清楚，但宫原芷和宫上诀二兄弟颠倒黑白，还编造出这么一大片漏洞百出的谎言。至于岳长老勾结云为山之事，更是无稽之谈。云姑娘昨晚根本不在雨宫。公子羽，你够了！不管如何，宫上学动了兵刃，便是犯了大忌，必须惩罚。那我也被公子羽打成了重伤，内伤严重，我当时满口是血，赶来的侍卫都看见了。原旨弟弟真是越编越乱呢。你明明看见是宫上诀持刀伤了我，怕长老们怪罪，你才咬破唇舌，口吐鲜血，栽赃于我。二位长老，大可请大夫切脉查验。宫原芷弟弟皆是唇舌外伤，并无内伤，谁在说谎，真假自知。看来我一直都低估你了，子羽弟弟。你思辨缜密，应对自如，善于抓住一切细节来编造一套滴水不漏的说辞。但黑的就是黑的，任你怎么巧舌如簧，他也说不成白。你刚才提的几个问题，我可以一一回答你。我从后山回来后，依然没有放下对云为山的怀疑，所以，我把他可以抵抗食心之月的毒性一事，向长老们禀报。因此，我才派原芷弟弟去雨宫，暗中监察云为山的异动。所以，当我听见响箭信号时，自然知道要去雨宫找人。第二，金凡是否服用了百草萃，很好证明。金凡是为胳膊上的伤口，是被原芷弟弟的暗器所伤。在场各位都知道，